再向前才能生，回头必然死的洞中，魏无羡忽然停下了脚步。他道：“蓝湛，我想回头看一眼。”10日前，完了，这下完了！蓝景怡仿佛早就忘了家规为何物，一边高声大叫着，一边飞奔进里院。魏无羡闻声打开房门，看见一起犯了不可极刑的家规跟着跑的还有蓝思追，就知道大事真的不妙。果不其然，只听蓝景怡火烧火燎地道：“他们把云深不知处围了，逼宗主交人。”蓝景怡并未说明白蓝曦臣被逼着交出谁，但他不说魏无羡也知道，这还用问吗？能让一群人围上门逼着讨说法的，除了他夷陵老祖还能有谁？一回生二回熟，魏无羡也不急，一边拍蓝景怡的背帮他顺气，一边转向蓝思追：“思追，你来说，是不是为了仙门中不断有人失踪的事？”蓝思追道：“正是，从1个月前就陆续有人在夜猎过程中失踪，不论派出多少人去寻，都找不到任何踪迹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本来各家都道是有厉害的邪物作祟，可是随着失踪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是不是所有失踪的人都和我有过节？”蓝思追道：“是。”原来魏前辈已经知道了。魏无羡道：“你家韩光君前几日出门就为的这事，因为各家都怀疑与我有关，我才留在家中避嫌。可蓝湛都去查了，为何他们今日还会闹到云深不知处来？难道他没与他们联络？”蓝思追道：“今日上门的各家家主都到，近几日从未见过韩光君。”魏无羡皱起了眉头。蓝思追又道：“宗主再三说明，魏前辈这些天在云深不知处，从未踏出过半步，失踪之事绝非魏前辈所为。原本各家家主也都愿意听宗主一句，可是今日……”魏无羡道：“今日怎么了？”蓝思追道：“今日却连金公子也不见了。”魏无羡的脸色沉了下来，非要说金陵确实也与我有过节，替我跟泽无君说，多谢他为我说话，这下可不能再让他替我出头了。蓝景怡终于顺过气来，可是外面来的人里有好些墨林苏氏、兰陵金氏的人，看他们的样子，像是要直接杀了你。魏无羡颔首，心知墨林苏氏的人本就因苏舍的死恨极了他，金氏子弟众多，看不惯他和金陵的也大有人在，更不要提其他各个家族，或多或少都有曾经死在不夜天的人。恩情易忘，仇恨难消，就算这次的事不是他做的，想来他们也想借此机会除了他。然而事已至此，躲是不可躲，逃更不能逃，只能去会会他们了。魏无羡到场一看，发现包围云深不知处的除了蓝家人以外，仙门百家几乎都来齐了，人数与当年乱葬岗围剿竟是不遑多让。因为各家都有人失踪，愤怒的众人左一个：“失踪的全是你的仇人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”右一个：“蓝家人的证词怎能信？他们肯定包庇你。”在苏氏和金氏几个大族的带领下，仙门百家仗着人多势众，扬言魏无羡若不就地自裁，他们便要围攻云深不知处，连蓝氏都一锅端了。要不是魏无羡和蓝曦臣捎带从闭关的地方匆匆赶来，气得胡子都掉了一半的蓝启人各露了一手，让他们发现虽然蓝家只有一家，但是也没那么好欺负，恐怕决心不用诡道的魏无羡真的要被当场分尸了。没有被当场分尸的代价是，魏无羡当着所有人的面受了一个生死咒，此咒以10日为限，魏无羡要在10日之内破了各家不断有人失踪的案子，然后回到云深不知处解咒，才能活下去。不然10日一到，死咒起效，那是神仙也救不了了。要在10天之内破一个仙门百家都束手无策的案子，这叫谁听来都觉得魏无羡这回是死定了。然而魏无羡叼着一根狗尾巴草，歪坐在小苹果上，却似乎并没有死到临头的样子，手上拴着一只苹果的钓竿，引着小苹果往报告失踪比较密集的地方晃了2圈，就撞上了他想找的人，在驴背上挥个手：“早啊，蓝湛。”蓝忘机闻言转身，看到魏无羡，眉角一弯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不放心你了。”魏无羡眼睛一转，笑道：“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万一被什么人拐跑了，我岂不是大亏？”“不会被拐跑。”“好吧。”魏无羡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道：“约好了在大梵山等我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你不也在这里？”
魏无羡耸肩：“谁叫我们心意相通？说起来，这么多人失踪的古怪，你这2天查出什么没有？”金氏说金陵是来这附近夜猎才失踪的，因此我到这里查探。你去金家问过了？当面问的？蓝忘机道：“是，有何不妥？”魏无羡笑着摆手：“没有没有，金家人脾气大，辛苦你了。”说罢，脸色微微一变。蓝忘机见他神色不对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跳下驴背，一边快步往树丛里走，一边道：“没什么，人有3急，我去就回。”魏无羡回来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奇景：蓝忘机在拔河。说是拔河倒也不太对，一般人拔河用的是绳子，而蓝忘机拔河用的是驴子腿。魏无羡自认虽然年纪已经不小，但也远远没到老眼昏花的地步。蓝忘机站在地上，卯足了劲往后拔的那东西，有蹄有毛，可不是一节驴子腿。可是那驴子的腿虽然在蓝忘机手里，身子却不知哪去了。远远看来，只是半空中浮着一截腿，还被蓝忘机费力地拽在手中，怎么看怎么诡异。魏无羡大吼一声：“小苹果，是你吗？”他抱住蓝忘机的腰，加入了拔河。也不知这对面究竟是什么东西。魏无羡与蓝忘机2人合力，驴子腿却纹丝不动。2人相遇时，本就日薄西山，没拔多久，这天就黑了。今夜没有月亮，连星光都无。起初魏无羡还能听到1-2声虫鸣，到后来却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魏无羡也不知道自己和蓝忘机拔了多久，似乎并没有久到让周围万籁俱寂的程度。但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管对面是何方神圣，拔不过就是拔不过。于是魏无羡放了手。蓝忘机见魏无羡放手，遂也放手，哒哒声响，耳听的是小苹果飞也似的跑走了。周围实在是黑得厉害，魏无羡根本看不见蓝忘机的身影，便咳了一声：“蓝湛。”好在蓝忘机的声音立刻在不远的前方响起：“这里。”魏无羡赶紧追上前去。摸黑走了没多久，魏无羡忍不住道：“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？这也太黑了。”蓝忘机颔首道：“不仅是太黑，而且还太近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方才天黑之前，我们明明在树林里，这会儿一声虫鸣鸟叫都听不到就算了，怎么连树都没撞上一棵？”我们不在树林里。魏无羡问：“那是在哪？”有去无回洞。蓝忘机一句话还没说完，魏无羡脚下忽然发出嘎吱一声，好像是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不幸被踩扁，水流了一地的声音。魏无羡蹲下身子往脚底摸去，果然摸了一手湿哒哒的东西，可是却比水要粘稠。凑近鼻端一闻，魏无羡勃然变色，下意识地想回头看，却听蓝忘机一声大喝：“不可回头！”魏无羡被蓝忘机一吼，强行控制住了自己的脖子，差点没抽筋，脚下一滑，险些要摔倒。好在被蓝忘机拉了一把，在前方站定。原来魏无羡伸手摸了才知道，刚刚被他踩扁的才不是什么海绵，而是一块腐烂的人干。变故发生的突然，蓝忘机这才有机会把嘴里的话说全。有去无回洞，顾名思义，只可往前走，不可往回看。魏无羡道：“往回看了会怎样？”蓝忘机帮魏无羡把手上的血擦了擦，4分5裂。魏无羡想着刚刚被他一脚踩扁的人干，默然不语。既然不能往后退，那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往前走。在魏无羡连续踩到人手、人腿、人胳膊之后，他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踩到了一颗人头。阿弥陀佛，这人头竟还是个活的，因为他被魏无羡踩到的那一刻，爆发出一声大吼：“恶鬼，拿命来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柄金光闪闪的剑朝魏无羡劈来。魏无羡在黑暗中骤然见到这剑芒，一时间大惊，全部转为大喜，对那劈过来的剑也不避，蹲下身就去摸那颗脑袋。蓝忘机在旁边叹了口气，扔出一张符篆，把攻向魏无羡的剑打偏了。魏无羡喜道：“太好了，你没死。”金陵怒道：“谁这么容易死了？”说完仿佛才认出对方的声音，赶紧补充一句：“是你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是我，开不开心？”顿了顿又道：“看准了再劈，邪祟没抓到就死在你小子手里，我也太冤。”金陵召回岁华，恼道：“谁知道会是你？我在这里走了半天，走到哪都一片漆黑，一个活人都没看见，有什么动静自然以为是邪祟。
这时黑暗中另一个声音语带不满地道：“金公子，我们两个不是活人吗？你怎么能说一个活人都没看见？”金陵躺在地上小气，被魏无羡骤然踩到，吓了一大跳，差点以为自己也要变成一地碎了吧唧的内脏了。现在还在平复心情中，听到蓝景怡的话，随口道：“你们不算。”蓝景怡大怒：“我们怎么就不算了？”蓝思追赶紧加入：“景怡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”蓝景怡愤怒地打断蓝思追：“要不是听说他失踪了出来找他，我们怎么会被困在这种鬼地方？”听到这一个声音、两个声音、三个声音相继出现，魏无羡的头也变做了3个大。在这他自己都没摸清底细的邪门地方，居然还有3个小辈。魏无羡仰天长叹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嗯了一声。魏无羡继续道：“你说我怎么不直接去大梵山等你呢？”转眼他们已在这有去无回洞中待了不下7日，除了修为深厚已经辟谷的蓝忘机，其他人都已无力行走。在这7日中，他们不是没试过以法术逃脱，却无一奏效。其实魏无羡与蓝忘机都明白，所谓有去无回洞，并非真的是一个只能往前走的洞，而是一种特殊的鬼打墙。普通的鬼做出的鬼打墙，只是让人在原地兜圈而已。只有凶戾至极的绝恶之鬼，才能造出有去无回洞，将人困在至黑至静的空间里，直至死亡。此鬼以死在洞中的人为食，吃的人越多，构成有去无回洞的力量越强。而此刻他们所在的这个洞，已不知吞噬了多少修士，束缚之力强到绝非人力可破。眼下要想逃出升天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出构造此洞的恶鬼，将他杀灭。可是恶鬼究竟在哪里？往前走，这洞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；往回退，却会立刻化为一地碎片，绝望渐渐涌上每个人心头。就在此时，魏无羡忽然道：“蓝湛，我想回头看一眼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不，你听我说，有去无回洞，前进则生，回头则死，这只是古籍记载，并没有人实验，对吧？按理说，再精妙的法阵也必有破绽。有去无回洞虽然是极强的恶鬼所造，也不可能没有破绽。但是我们在这洞中走了这么多天，凭你我的本事，却什么都没发现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“许是我们不够深入。”“是我们不够深，还是我们已经太深了？”蓝忘机道。“你……”魏无羡知道蓝忘机想说什么，打断他道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有去无回洞之所以进去的人都有去无回，不是因为他们回了头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回头。”“就算如此，这也太过冒险。”“我身上的生死咒要求我10日之内，除了邪祟，回到云深不知处才能解。现在起码已过了7日有余，多则2日，少则1日，此咒就会夺我性命。反正再在这里走下去，我也是要死，还不如现在冒个险，回头看看，也许就能找到破绽。”他一句话刚说完，身旁忽然传来咕噜一声，却不知是哪个小辈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。魏无羡知道，他们被困得太久，纵然是修仙之人体格强健，小辈们的身体也已濒临极限，此刻正是最需要食水的时候。他微微一笑道：“你看，我这一回头，要是当场4分5裂了，你们好歹还有肉吃。”蓝忘机急道：“魏无羡，你先别急，不对。”魏无羡骤然语锋一转：“不对啊！”金陵又饿又渴，此时已经眼冒金星，但仍急着问：“怎么不对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我刚进洞的时候，不断踩到人的尸骨，可现在我们连半截残肢断臂都没碰到。”蓝思追轻声道：“也许是其他人还没走到这里就死了，所以这里没尸骨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这段时间陆续失踪的人中，修为在各个层次的人都有。假如走的距离远近和修为相关，那么一路上应该都能遇见一些尸骨。然而现在是……”蓝忘机道：“除了刚入洞时，再没碰到任何尸骨。”蓝思追问：“这是为何？”“只有一种可能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们中间有人故意引我们避开了有尸骨的地方。”蓝景怡崩溃道：“你是说我们中间有奸细？”“不是奸细。”魏无羡站起身来，手中扣住一张符，是造出这有去无回洞的恶鬼，就在我们中间，只有他才知道这洞中何处有尸骨，何处没有。一阵恐怖至极的寂静，魏无羡几乎能听到周围的人心脏狂跳的声音。此时此刻，所有人都在想，难道自己和恶鬼同行了一路？还是说，在某一个时刻，
恶鬼欺负他们，不能回头偷偷袭击了同伴，然后自己化作他的样子混在他们之间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被恶鬼替换的是谁？蓝景怡尖叫道：“不是我，我不是鬼！”精灵立刻接着道：“我也不是。”蓝思追强自镇定，然而略略发颤的嗓音还是出卖了他的紧张。“魏前辈，我……”魏无羡道。“蓝湛，你觉得呢？”蓝忘机呼道：“别说话，身后有人。”所有人在同一时刻屏住了呼吸，只听到身后传来悉悉嗦嗦的声音，一开始还有点远，紧着瞬间就离得极近，好像那东西呼出的气马上就要吹到自己的脖子后方了，偏偏他们还不能回头。精灵的身体虽然已是强弩之末，可生死关头不知从哪来的力气，大吼一声拔出碎华，把全身仅有的灵力都灌入剑中，上品灵剑发出一阵金光，听声辨位，往身后的东西劈去。那东西动作极快，转眼已到了他们身边，在碎华剑光的映照下，那东西的脸被清清楚楚地照了出来。那张脸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认得是魏无羡。刚来的魏无羡喜道：“精灵，你没死！”精灵乍一眼看见魏无羡的脸，大惊出声：“是你？”那魏无羡笑道：“是我，开不开心？”转眼看见了正和精灵站在一起的另一个魏无羡，惊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洞中忽的安静一瞬，下一刻，所有人都拔剑，借着手上一点微弱的剑光，众人的目光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魏无羡身上摇摆不定。精灵用碎华指着原先和自己同行的魏无羡，颤声道：“你是恶鬼！”原先的魏无羡道：“我若是恶鬼，之前何必告诉你我们之中有鬼？”精灵转而将剑尖对准新来的魏无羡：“那你是谁？”新来的魏无羡道：“精灵，快离他远点，他身周鬼气极重，危险。”精灵彻底崩溃了，剑尖摇摆不定，只想离这真假难辨的两个人越远越好。偏偏在这有去无回洞，却不能回头后退，只能同时警戒两边，吃力至极。此时身边的蓝思追问：“韩光俊，您说谁真谁假？”蓝忘机皱眉，对着新来的魏无羡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新来的魏无羡道：“你胸口的伤疤是喝醉酒后自己烫的。你害羞的时候脸不红，但是耳朵会红。你亲我之后喜欢咬一下我的嘴唇，还要我继续说吗？要多少有多少。”蓝忘机转向原先的魏无羡，原先的魏无羡上前一步，摊开手掌，掌心立着一个小纸人，道：“蓝湛，这术法除我之外，没有旁人会。”蓝忘机再度看向新来的魏无羡，新来的魏无羡也上前一步，道：“蓝湛，你在梦里对我做了什么好事？岂有此理！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这样对过我。”原先的魏无羡也同时上前一步，风邪盘的第二版我刚做出来给你看过，你看完还说可以再加一针，显示邪祟厉害程度。新来的魏无羡再上一步，剪纸化身也好，风邪盘也好，旁人也能设法做出，但我说的是，只有你我知道。蓝湛，你知道，我才是真的。原先的魏无羡更上一步，我和蓝湛说的一些话，若是有东西想办法偷取了我的一些记忆，也能得知，但是术法不经修炼，无法施展。二哥哥，信我。蓝忘机的目光在两个魏无羡之间来回移动，似是非常不能确定。而此时两个魏无羡都已走到他近旁，两人都言之凿凿，叫人不得不信。就在此时，吃啊！蓝景怡尖声大叫，惊恐至极的声音在洞中回荡。蓝思追死死拉住想要冲上前去的蓝景怡和精灵，眼中却滚着一团热泪。就在他们面前，有两柄剑同时没入了蓝忘机的胸膛，两个魏无羡一人一剑，将蓝忘机捅了两个对穿。蓝忘机支持不住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喉中发出痛苦的喘息，洞中回音不断，将蓝忘机的濒死之声送到每个人耳旁，仿佛蓝忘机此时正伏在他们身边，颤抖的咽喉凑在他们颈边，艰难地呼出胸中的最后一口气。放开我！蓝思追心中大乱，冷不防被癫狂的蓝景怡击了一掌，终于松了手。蓝景怡甩开蓝思追，不管不顾地往跪在地上的蓝忘机冲去，却在半路被一个魏无羡轻轻拦下。蓝景怡绝望的狂吼：“韩光俊！”却无法阻止蓝忘机胸口的两柄剑，一把从左胸灌入，一把从右胸插进，两把都直没至柄。听到蓝景怡叫喊的蓝忘机艰难地抬头，
蓝景怡看到他惨白的脸上忽然绽开一个笑容，难怪我分不出谁说的是真，谁说的是假，原来你们两个说的都是真。他把脸转向原先的魏无羡，剪纸化身也好，封邪盘也好，都是真的。你是真的会这些术法。他又把脸转向新来的魏无羡，胸口的伤疤也好，梦里的事情也好，也都是真的。你也是真的知道这些事。他指着原先的魏无羡，你是真的魏无羡。他又指着新来的魏无羡，而你是比魏无羡更懂蓝忘机的人。新来的魏无羡颔首，只见他点头的同时，他身上的形貌也在渐渐变化，身子拔高了几寸，面容也转向冷冽。片刻之前他还是魏无羡，现在却长着一张蓝忘机的脸。被真的魏无羡拦在怀里的蓝景怡彻底惊呆了。假如新来的魏无羡才是真的韩光君，那之前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的韩光君到底是谁？难道……魏无羡和真蓝忘机两人伸手，分别从跪在地上的蓝忘机身上拔出一把剑。魏无羡手中的是随便，而蓝忘机手中的剑剑光凛凛，照得满洞生辉，正是碧晨。蓝景怡这才想起，先前和这个蓝忘机同行的时候，确实从没见他用过碧晨。虽然两把剑径直从这个蓝忘机的胸口拔了出来，这个蓝忘机却一滴血都没有流，反倒是从身上的两个洞里涌出了丝丝缕缕的黑气，将这个蓝忘机彻底包裹了起来。这个蓝忘机一张清秀绝伦的脸，就在这黑气中一点一点的融化，最后变成了一张陌生的面孔，一手制造了有去无回动的恶鬼，转向魏无羡。你从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真的蓝忘机？魏无羡微微一笑，从一开始。第一，蓝湛没事说话不会超过5个字，能用不会2个字回答的，绝不会费力气说不会被拐跑。第二，我开玩笑让你们吃我的肉的时候，你喊我魏无羡，而蓝湛情急之下喜欢喊我本名。蓝忘机点头道：“恶鬼不可置信地道：“就凭这？就凭这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你见识到了一对恩爱道侣，一句话就能看出冒牌货，恭喜恭喜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顺便，假如你想死得明白一点的话，你还犯了几个错误，比如金陵用碎华劈我的时候，我故意不闪避，你用符咒替我挡招，而没有用碧晨；又比如我问你是否亲自去金家问了金陵的行踪，你回答说是，而金家人却说从未见过你；又比如我一见面就说之前约好了在大梵山等我，你怎么到了这里？而你没有否认，实际上我可从没和蓝湛约过在哪里等。”你早知道我是假的，还和我一路走进这洞里。魏无羡笑道：“不错，我要找金陵和其他失踪者的下落，当然要进洞去看看。”你就不怕自己也死在里面？怕。魏无羡道：“所以我一发现你有问题，就借着人有3急给真蓝湛发了消息，在洞里跟你虚与委蛇，也是为了等他赶来。说起来，我之所以四处乱晃，本就是为了引你出来。”你怎知我会找上你？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一眼，道：“这我就要问你了，你这有去无回洞，为什么只吞和我有过节的人？”当然是因为他们活该。当年不夜天的时候，本来就是他们想要杀你在先，你反击有什么不对？穷奇道上也是他们埋伏你，要不是他们想要杀你，鬼将军也不会失手杀了金子轩。金子轩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更别说你救了这些贱人的命好几次，他们不知感恩，还想杀你报仇。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死了一点也不冤。魏无羡奇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替我打抱不平？”你当然不记得我，我当年不过是在夷陵山下想要投奔你的人中的一个。你那时神通广大，又怎会认得我这个无名小卒？神通广大？魏无羡苦笑。确定不是人人喊打吗？只听恶鬼继续道：“你从来都没做错，他们却逼死了你，难道不活该吗？当日在夷陵和我一起来投奔你的好些人，一个个嘴里说着仰慕于你，发现你被围剿，却袖手旁观。他们那样的算什么仰慕？算什么喜欢？只有我才是真的仰慕你，追随你。当日你被围剿，只有我为你而战。就算战死了，我也要化成鬼来为你讨回公道。我知道你心肠好，过去的账你不想和他们算了，可是他们凭什么？他们当年联手逼死了你，
现在还想来第2遍、第3遍，他们才不配活着，这都是他们欠你的。魏无羡彻底惊了。一开始他知道这个鬼和他有仇，才专门找和他有关的人下手嫁祸于他，所以才和蓝忘机设了一个圈套，引他出来，再趁其不备一举杀灭。没想到这鬼不仅和他没仇，还是他的仰慕者，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他出气来着。过了好一会，魏无羡才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，道：“那金灵呢？那些人逼死我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娃娃。”恶鬼狠狠地瞪了一眼精灵，道：“那会是个娃娃，可他之后没想杀你吗？你肚子上的一剑，难道不是他捅的？既然想要杀人，就该知道自己也会被杀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，仔细一想，好像又不太有道理。就算金灵捅过我，思追和锦衣可没捅过，你怎么把他们也烧上了？”恶鬼哼了一声：“我看他们跟金灵关系挺好，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君子以直报怨，以怨报怨，人所不取，遑论连坐。”恶鬼抢着道：“我本来就是以直报怨，杀人者人恒杀之，我有什么错？反倒是你堂堂含光君，别人心里想要杀你道侣，背后说他的坏话，在话本里尽编些他的无稽之谈，我看一眼都脏了我的眼。你竟然能坐视不理，还说些什么以直报怨的漂亮话，装的一副理智仙君的样子给谁看？你有什么资格说爱他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所以有些人只是背后说了我的坏话，或是编了和我有关的故事，你看不下去就要杀了他们。”不错，他们污蔑你，将你写的不堪入目，那就是诅咒你。他们既然诅咒你，那就活该自己被诅死。哦，魏无羡道：“兄弟怨气挺深，夷陵老祖甘拜下风。不过你既然说这都是为了我，你杀人之前问过我的意见吗？”我知道你是君子，你不想计较，所以我替你找他们算账啊。你看，现在他们就该知道，伤害你是没有好下场的。魏无羡扶额道：“你确定这是在帮我？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真正的大魔头，凡是说了我坏话的人都会被我害死。”怎么可能？恶鬼身上被随便和碧尘捅穿的伤口越来越大，他身上的黑气也越来越淡，可是他完全不顾自己马上就要消散，朝魏无羡大吼道：“不会的，你骗人！我才没有在害你，我是在帮你。只有我是真心仰慕你的，只有我是真心帮你的。你的大事小事我都去关心，每一个欺负了你的人，我都去找他算账。谁欠了你的，谁对不起你，我算得清清楚楚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”魏无羡看向蓝忘机，蓝忘机微微摇了摇头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不再理那只鬼，搀着小辈们往已经没了术法约束的洞外走。蓝忘机担忧地看着魏无羡身上的生死咒，道：“胡闹！”魏无羡笑着摆了摆手：“有你照应，我怕什么？下不为例。”“那是自然，下次我可不要再和你分头行动了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万一被什么人拐跑了，我岂不是大亏？”“不会。”“那约好的大梵山还去不去？”“回进士。”魏无羡哈哈一笑，笑罢，还隐约能听到背后只剩了一缕气的鬼最后的凄厉尖叫：“只有我是真心仰慕你的。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